鲁西有一座小城，它地处冀鲁边界和河北仅一河之隔。清朝时作为直隶州，统辖着接近3个深圳大小的土地。民国以后，它管辖的县城却被尽数划出，如今只是山东聊城的一座县级市。它曾被世人称道富庶甲其郡，繁华压两京，如今却盛景消散，少有人专程到访。它的兴起衰落几乎与大运河牢牢绑定，它就是临清。我们一起看看临清兴衰背后的故事。朋友们，我现在已经到这个舍利宝塔了，外面就已经能看到了。它是明代修建的一个砖塔。舍利宝塔坐落于魏运河东岸，登高便能俯瞰整条运河航道。据说古时来往的船员都会登塔祈福，保佑漕运平安。它每一层是8面8角9层格式砖塔，然后高是61米，也是极少数能够走到里面去，然后从里面登顶的一个塔。它与通州燃灯塔、杭州六合塔、扬州文峰塔并称运河4大名塔，但它修建的原因和方式却很特殊，答案就藏在塔内。舍利宝塔，这边的柳絮好多，哇，有点陡。你也能上来，我也能上来，咱都瘦，都胖一点上不来呢。这还好有窗户，不然在里面有点幽闭恐惧症。哇，好多刻的字啊！这怎么都在这砖上刻字啊？这应该属于文物吧？这边是东边，那这边就是西边，那这边是北，这边是南，所以它确实是坐北朝南的。舍利宝塔是坐北朝南的吗？哦，看来判断正确。太黑了，完全看不见，非常陡这个楼梯。原吗，师傅？你这一介绍往下一想，就是我还像个葫芦似的，看着就跟白兰。它前面是个元宝，2个元宝，这是鹿勾画成元宝的样子。师傅，修这个元宝有啥说法吗？这没什么说法，就是说你看到这个东西是，就是吉祥如意呗。哎，对。哦。这个碑文上面刻的字好像都已经模糊不清了。感觉这个碑文上面刻的很多都是人名。这些篆刻在墙面的铭文确实是人名，他们来自官员、南北客商、普通百姓。整个内容是刻录的明代9年造塔全过程，细到募资筹划、出资人姓名、捐款数等。所以舍利宝塔其实是由民间集资修筑的。明朝万历年间，临清漕运已经十分兴盛，但本地接连2次科举都无人考中进士。众人勘察风水后，认为魏运河与汇通河在此交汇，河水向北奔涌会带走文气，才导致文风不振。大家商议在2河交汇处修建高塔，一来锁住文运，二来可以作为运河航标。此事上报朝廷后，只被批准了选址，却没有得到任何经费支持。辞官回乡，精通营造的前工部尚书刘佐牵头主事集资，最终历时9年，舍利宝塔建成。但里面没有舍利，只是祈愿得到佛寺舍利供奉。神奇的是，宝塔完工的第2年，临清立刻考中2名进士。之后明末数十年里，临清也接连走出多位进士，这大概就是后世登塔者大量留下姓名的原因。我以前每次放都要跑，我你买个好风筝，这是在潍坊那边捎过来的。哦，潍坊那边的哈。对。哦。好风筝就不用跑，它能飞下来。对。受力面大。哦。设计的比较合理一点。这飞了得有多少米了呀？哦，50米吧。 50米啊
感受一下。谢谢。是用这个来控制吗？哦，这个。现在不用管，不用管，这是方程绳的，现在不用放。好。哇，那我就是只用控制它的方向就行了。如果它往上落的话，你蹬绳，就是来回蹬绳，它就起来了。哦。它不落就不用管它。我怎么感觉要撞了呀？撞没管，它是蹬远的。哦。哦，哇，这力还挺大的。阻力肯定挺大。是。这么长了绳。这只有50米啊！我怎么感觉很高了？没有嘛，就是200米的。哦，200米。大分钟可以弄，小分钟不用放。行，谢谢师傅，我得走了，谢谢。行。过去这条河右侧就到了河北地儿了。哦，这河那边就是河北了。对，那边那房子好像就是。哦。就是河北地的。哦，怪不得我刚刚那个显示定位是邢台。没想到魏运河对岸就是河北邢台，两省仅一河之隔。但在过去，这条河并非省界。从北魏到建国初期，两岸都属于临清。临清县最早于北魏设置，在今临西县沧上村东。直到北宋末年黄河泛滥，淹没旧城，县城才逐步迁到河东。1963年特大洪水之后，国家为了根治海河水患，方便统一管理河道，就以河道中线为界，将魏运河以西区域划归河北，设立临西县，河东依旧归属山东临清。由此，魏运河正式成为山东、河北两省省界。到这个运河超关了，始设于明宣德4年。运河上来往商用载货船征收船税的机构，是8大超关之首。运河官员审理案件的地方，一块地界就是它的公堂，正对大门。超关还是书办的工作挺多的，看这边，这个就是书办房的遗址，然后对面那边那个也是书办房。就是文书办公的地方，然后后面这个地方应该是最后的一片区域，然后是那个超关的官员起居的一个地方，然后商议一些要事吧。临清超关和皇帝之间只隔了一个户部，他地位还是很高的，直属户部，那他下面还分了还有5个分关，5个分公司。超关主事下面书办，这个就像啥？就像 CEO， 对吧？我感觉哦。然后上面那个就是老板，然后这样看下来，文官、武官各占一半，按照货物的数量以及路程的远近来交钱。感觉这个路程远近就很像现在的高速过路费。如果不交的话会治罪。这边还写了，如果是空船，然后就可能只是过个路的话就不用交钱。这个就是临清贡砖，然后上面会盖那个戳印，有年代，哪个窑址烧的，以及是哪个人造的都有。苏州金砖铺就故宫的地，临清贡砖筑起故宫的墙。临清位于黄河下游冲积平原，有黄河淤积的莲花土，质地绝佳，烧出的砖块坚实耐用，加上运河水运便捷，当地商贸发达，所以明代定都北京后，朝廷就选中了临清开设官窑，烧制贡砖。贡砖经由10几道古法工序烧造，紧实耐腐，砖上还会刻烧制信息，为的就是责任到人，方便查验。贡砖单块就有20斤以上，厚重敦实。当年朝廷强制规定漕船、商船义务捎带，从明代到清代逐年加码，一块块的贡砖就沿着运河北上，直达京城，最终成为故宫的一部分。但是清军南下的时候，在临清这边居然进行了16日的惨无人道的屠杀。崇祯15年，清军大举入关南下，作为运河重镇，掌控南北漕运的临清成为清军的必取要地。
当时林清没有选择开城投降，全城的普通百姓、守城官兵自发集结起来守城御敌，但终究没能敌过清军的重兵合围。城破之后，文武官员拒不投降，最终从容殉国。后来查资料的时候，发现林清超官有个主事叫董玉，他也殉难于清军刀下，但他的名字却没有被写进林清州志、国阙、明史，只出现在当时的一份唐报里。他的身份被后世以讹传讹，张冠李戴到另一位殉难的官员陈新言身上。原因可能是他到任时间很短，最多不超过7、8个月。林清城破之后，大量官民死伤，信息就在混乱中失考。直到康熙年间的大理府志里才重新找到对他的记载。他是云南大理太和人，崇祯庚午举人，任宁清抽分主事，遇贼不屈，死于官。但乾隆年间官方修撰的史书以明史为根据，加上各地地方志的同步记载，都明确记录陈新言为阙官主事，以身殉官，董玉也就完全在官方史料中消失了。直到近几年，他的身份事迹才在历史的碎片中被逐一拼凑出来。这里还有民国的时候林清的粮仓。如果说超官是半部林清兴衰史，那粮仓就是林清繁荣的起点。明朝时，林清地处渭河与会通河交汇，是大运河南北水路的必经之地，船只都需要在林清中转停靠。朝廷看中了这一属性，就在宁清修建了大片的年片仓库。巅峰时，这里能存300万担粮食。当年全国运去北京的草粮也才400万担。宁清由此成为北方数一数二的粮食集散中心。商船密集，货物涌入，带动了这里的商贸发展，也让宁清的税源充足，超官自然就设立了起来。明万历年间，这里税收居全国运河超官首位。就连《金瓶梅》里也多次描绘了这里的繁华盛景。直到清咸丰年间，黄河改道，淤塞运河，海运、铁路又陆续兴起，漕运优势不再，逐渐衰落。光绪27年，辉煌了近500年的超官最终关停。如今的超官像一个忙活了大半辈子，终于闲下来的人。时间在这里被拉长，安静的只剩风声，旧屋砖瓦，蝉鸣鸟叫。怎么还有宁清狮猫馆呀？你能够到吗？能。哟，抢镜了。林清狮子猫并不是本地品种，明代时大量西域商人和传教士把波斯猫带来临清，波斯猫喜食羊肝肾，很快就和当地回民双向奔赴。后来波斯猫与本地猫杂交，又在回民选育下，慢慢形成了通体雪白、体型较大、颈毛蓬松的样子。因为和狮子很像，由此得名。呀，这2个鸭子坐着相对无言，这个羊的嘴一直在嚼，感觉像嚼口香糖一样。也没见它吃东西，在反刍嘛。像这个小猪，它喜欢晒头，它的头又是黑的，很吸热吧，应该烧脑。那个鸡，你看那个鸡躺得很贵妇啊，孔雀把它挡住了。孔雀大哥走开一下，快走开，孔雀大哥。对，你看这个鸡多么贵妇，躺的脚一歪。这里也是免费参观，好像要刷身份证吧。就是隋代的时候开永济渠是经过了它的，元朝的时候裁湾取直，从临清直接连到徐州，就依然还是经过它。无论朝代怎么更替，就是运河始终都会经过临清，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临清因运河而兴吧。哇，这个科举夹带钞真是把我震惊了，看上面的字多小多密，这小抄写的也太工整了吧。
他有这抄的功夫，他都背进去了吧？刚搜了一下，这个叫等子，是一种非常精密的那种小杆秤，然后它主要是用来称银两、珠宝，还有贵重药材、香料的那种小型的衡器，能精确到分厘。临清在春秋时期因宁静水流清澈的古清水被称清邑，后赵时因宁静这条古河正式定名临清，就此沿用千年。当时临清还只是南北陆路通行的普通驿站，以农耕为本。隋朝开凿永济渠打通水运后，它也长期归州县管辖，仅承担农事，基础漕粮中转。直到元代汇通河贯通，渭河与汇通河在临清交汇，形成三岔分水格局，南北漕船必经此地，城市商业开始崛起，这座小城就此迎来繁荣的开局。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临清的算市中心了，那给我感觉就是有点像之前去的建水，就路挺宽的，然后房子比较矮一点，然后都是本地的品牌商家比较多。这个应该就是他们比较繁华的地段了。这会儿7点过，感觉街上没什么人了。这边骑电瓶车的人也挺多的。道路两边还有这种标语：原运河历史街区民生改善提升工程，商业占1000多，公益性300多。那就是主要就是用来商业化的。一直向西1公里多，那边到临清闸入渭处，就是入渭河的地方，是这一段就是汇通河临清段原运河。鳌头机的牌放在这里呢。鳌头机明永乐15年开凿。哦，它其实是石头垒起来，然后把运河隔开。因为形状像鳌头，所以就叫鳌头机。我们是357晚上有唱的357一人唱一首嘛。这就轮换着来，唱到9点，夏天时间长就到9点半，冬天呢就到9点，再天冷了我们就不唱9点。你们是一个什么？就是文化组织吗？还是我们这个是歌友团。歌友团看你们就是很专业，还有指挥的老师，然后这些设备。不是指挥了，那个大爷他本身他有一点那个血栓，他也挺热闹的，所以说他都在那跟指挥一样的，他就是带运动嘛，然后再带看的。你主要就是唱京剧吗？不，我还唱其他的歌呢。你们就是想唱什么唱什么。对，你会唱什么你就唱什么。姐姐，你是之前就是有这个兴趣爱好吗？还是你就从事这个工作？我之前上这里边来，我什么也不会唱。我还是被他们硬拉实拽的来学唱歌的。然后就是现在吧，就是一边唱吧一边上课，也是上声乐。所以说呢，唱的歌反正就是说相对来说要比普通人要稍微的好一点吧。对，是吧？那你上课也是在歌友团里面上？不，我们专门有上课的。像我们这个年纪吧，你都得自己有个业余爱好。你要不然退休了，你说干嘛？是吧？光在家里边都跟社会脱节了。虽然咱不是为了啥比赛呀、夺名次啊，最起码咱能让大家伙开心嘛，对吧？你看这里这些大爷大娘的，晚上他们也没地方去。有个声音在对我呼唤，回来吧，回来哟，别再四处漂泊。
这个是什么呀？这是鸡蛋包。哦，鸡蛋包，那我要鸡蛋包和豆沫。好嘞。谢谢。来试一下这边的一个叫邱家果子的一家店，然后他们主要是卖这种炸的糖包，然后还有豆沫，我也没喝过，还有豆浆吧，就早餐。然后我要的是一个鸡蛋包，先喝一下这个豆沫。哇，好满。入口是咸的，然后马上就有一股那种香料的味道，我不知道什么香料，反正就是那股香料的味道，我有点无法接受。你好，我想问一下，豆沫是什么做的呀？小米做的。小米。小米做的。它里面是不是有一种香料啊？有。是什么？就是我有点喝不来，说实话。有小块，花椒、胡椒。花椒、胡椒。哎，豆沫其实没有豆，它的核心原料是小米，属于鲁西北一带的特色早餐。它暖胃顶饱、平价实惠的特质，也是过去运河工人抵御沉寒的首选。历经多年演变，现在一口豆沫一口糖盖是最地道的宁清早餐吃法。它里面还有那个豆腐干丝，然后海带、粉条。好的，我觉得我可能喝个10次以上能接受吧。试一下这个鸡蛋包，哇，里面真的是一颗完整的鸡蛋。这就很好吃，就裹了鸡蛋的油条，然后外面它那个皮是那种脆脆的，质地比油条更密实一点。很好吃，这个很香，也没有很油。我前面以为会很油，但它还好。试一下蘸这个，能不能挽救一下它的味道？好像慢慢能接受了，但是不蘸这个还是更好吃一点。这里是桃源街，往前直走就是临清的几条老街，像什么竹杆巷，然后还有考棚街都在这边。这路两边连树都不种的，看上去就特别的晒。这边路面也会破一点，我看有一些坑都还没有填。这边就有很多竹竿。巷街了，非常的其貌不扬，差点就会错过的一个街道。而且这条街整体看上去就根本没有商家开门啊。300余米，广济桥码头相连。就完全没有开发的那种古街。竹蜻蜓，小时候特别爱玩竹蜻蜓，就很喜欢它飞上天的那一瞬间。这个是鞋拔子，这个是啥？这个就是蜻蜓。哎，这个是不是这样的？放在这可以平衡的。哦，应该是这样的。哦，平衡不了哎。哦，这样的。哇，真的耶，刚好平衡住了。哇，这个很厉害。
这边唱京剧的很多哈。唱程派的、花脸的、老旦的都有啊。这是唱程派的。京剧在宁清扎根，也与运河渊源颇深。古时徽班通过运河进京，途中常在宁清停留唱戏，皮黄唱腔就此广泛传播，宁清形成了浓厚的京剧氛围。同时，宁清地处山东河北交界，靠近豫北，同属冀鲁官话过渡地带，方言口音相近，所以豫剧也在宁清广泛流行。星期一、星期三就是豫剧。星期一、星期三是豫剧。宁清并没有给我留下具体深刻的印象，但却带给我平静的感受。大概是他历经兴衰之后的那份沉静从容，让当下的烦躁都变得不值一提。这份平静背后依然蕴藏着丰富的过往，比如董玉，历史曾漏掉了他的名字，我的视野也曾停留在遗漏的历史里。但换个角度想，如果不是去了超关，我也不会好奇，就不会知道董玉。那些已经存在的历史，仿佛只是一个起点，好让我们去探索、发现更多的未知。运河的兴衰也许只是宁清的起点，它沉默的一面是那些在动荡中守城的人，在复述时重文进取的人。如今，宁清正靠着这份坚韧的底色，探索、创造着属于他的新篇章。